在本国遭遇口水风暴，却在海外迎来鲜花与掌声。这不是故事，而是真实发生在王一博电影《无名》上的戏剧性现象。当中国网友对其演技提出质疑时，泰国观众却为他疯狂打 call。这到底是文化差异，还是另有玄机？今天我们就来全方位深扒《无名》这场舆论风暴背后的真相。众所周知，王一博从偶像、歌手起家，转型演员之路备受瞩目。《无名》是他正式进军大银幕的第一部电影，搭档梁朝伟这等影帝，导演又是陈耳这种艺术大佬，可以说是起点高的惊人。但这样的选择也意味着高风险。王一博能否撑住这样厚重的剧本？是否具备驾驭复杂角色的能力？这正是外界聚焦的焦点。无名在中国上映后，评论区几乎被演技差、没情感、看不懂的声音占据。有网友直言，王一博一张脸从头冷到尾，完全不知道角色在想什么。还有影评人不客气地说，他站在梁朝伟旁边，简直像业余剧组的新人。票房虽然过亿，但在春节档这样竞争激烈的时期，只能算是中下水平。反转出现了。在泰国，电影《无名》居然引发了热潮。上映首周场场爆满，王一博的粉丝在社交平台上刷屏支持，还有泰国明星亲自到场支持。不仅如此，泰国媒体还用冷面杀手的深情来形容王一博的角色，评价其克制的演技充满张力。这样热烈的欢迎，让中国网友都感到不可思议。一个关键的文化差异点在于，泰国观众更容易接受细腻、克制的表演方式。无名中王一博饰演的角色表面冷漠，内心却情感翻涌。这种藏在眼神中的戏，正好打中东南亚观众对深情寡言的偏爱。而国内观众可能更倾向于情绪外露、戏剧张力的表演方式，这就导致理解上的断层。在 TikTok 和 X 前 Twitter 上，泰国网友纷纷晒出自己观影的照片、视频、泪目片段，甚至还有人模仿王一博电影中的造型。井号 Wangyubo in Thailand 一度登上热搜榜。一位泰国博主感叹，他不需要多说一句话，我就能感受到角色的悲伤和坚定。这种从情绪出发的接受度，是影片在海外成功的情感根基。影片在泰国放映时，粉丝组织了大规模的应援活动，包场、送爆米花、发周边，甚至有影迷制作定制扇子与 T 恤，影院内外俨然成为王一博主题影展。这种粉丝文化的高度参与，不仅为电影营造了热烈氛围，也让更多普通观众受到感染，愿意走进影院支持。无名是一部风格非常独特的谍战片，它不像传统国产商业片那样强调剧情推进，而更注重氛围、角色、隐喻。这类电影本身就门槛高，观众接受度存在差异。但也正是这种风格，让它在一些国家被视作高级，不落俗套。所以说，它的评价分裂，并不是全然关于演员，更是关于电影整体气质。很多人对王一博的冷脸表示不满，认为这不叫演技。但其实，在影坛中，无声胜有声的表演早已有先例。梁朝伟、金城武在早期也常被说表情僵硬，但后来人们才发现，那是角色需要的分寸感。王一博作为新人演员，选择这种表演方式，是挑战也是尝试。他未必失败，只是太前卫，使海外票房表现超出预期的成绩。据数据统计，无名在泰国、马来西亚、越南等地的票房表现远超预期，甚至在一度被中国市场忽视的阶段，靠着海外逆转了整体口碑。尤其在泰国，无名一度击败好莱坞大片，登上单日票房榜首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艺术没有国界，只要打动人心，就不怕质疑。其实，泰国一直对中国文化抱有好感，《陈情令》《山河令》等国产剧早已在当地拥有庞大粉丝基础。而王一博本身就是凭借《陈情令》圈粉无数，在当地早已积累影响力。这种情感连接一旦迁移到电影层面，自然带动更多观众走进影院。从蓝忘机到地下工作者，
王一博的角色跨度不可谓不大。他正在从古偶脸转向更现实、更复杂的银幕角色。虽然过程曲折，争议不断，但这恰恰是一个演员真正成长的必经之路。能顶住质疑，坚持做自己，才有可能脱离流量标签，真正成为演员。人性中存在一种苛责进者的倾向。中国观众可能对本土演员要求更高，尤其是顶流明星。相比之下，海外观众在缺乏背景信息的情况下，更能专注于作品本身。这也解释了为何同一部电影会在两个文化中激起完全不同的回响。导演程耳本身就是一个艺术狂人，他不在乎市场规律，也不迎合观众偏好。无名大量使用非线性叙事、隐喻镜头、晦涩对白，这对观众提出了极高的理解门槛。但在一些文化语境中，这反而成了高级感的象征。因此，王一博在这样一部作品中演出不易，评价不一也在情理之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许多负面评价其实被媒体过度放大了。每一个争议性的评论都可能成为流量爆点，而真正深入分析影片内容的声音却被淹没。这也暴露了当下内容被话题绑架的舆论生态。我们是否该回归电影本身，而不是演员的表情包？部分人对王一博的苛责未必全因电影，而是对流量演员的不满在发泄。但现实是，没有流量，这部电影很可能连关注度都没有。而王一博愿意脱下偶像光环，挑战程耳这种地狱难度剧组，本身就值得尊敬。很多人没有看到他突破舒适区的勇气。无名对于王一博来说，不仅是一部电影，更是一道分水岭。他勇敢地从偶像身份跳脱，选择了最难、最具争议性的电影起点。要知道，他大可以继续拍甜宠剧、偶像剧，轻松圈粉，稳收流量。但他没有，他选了程耳，这位出了名的难搞导演。他选了冷峻的谍战片，一个对演员表演层次、情绪细节、情境沉浸要求极高的类型。这不仅是职业路径上的挑战，更是心理上的巨大跳跃。他必须面对数以万计的质疑、媒体的审判和观众的苛责。而他做到了。他没有逃避，不在社交媒体上抱怨，而是默默继续拍戏，沉淀、提升、成长。接下来，无论是风起洛阳的大荧幕版本，还是更多元的剧本尝试，他都已经证明自己有承压的勇气，也有进步的可能。真正的演员不是一夜成名，而是在万千声讨中依然不改初心。王一博走的是一条比别人更陡、更陡峭、更孤独的路，而这条路通向的可能不是流量之巅，而是银幕上的真正尊重与价值。这种坚持才真正值得我们期待。在这个网络信息极度膨胀的时代，我们太容易成为评论机器了。一个表情，一段台词，就足以引来成千上万的嘲讽与批评。但我们很少愿意停下来，去思考，那个在聚光灯下默默努力的演员，是否也正在承受一种非人压力？王一博从偶像走来，带着流量的原罪，面对镜头时甚至无法自然展露自己。但他偏偏选择了最不讨好的方式，克制、沉默、收敛，而不是取悦观众的表演。我们是不是太急于否定一个人的全部，只因为他曾是顶流？是不是太容易忽略那些不完美中的成长光芒？在无名中，王一博没有炫技，没有哭腔大爆发，他只是静静地用眼神、用呼吸、用沉默来演绎角色的心事。这也许不够炸裂，但却真实、坚定、细腻。我们不该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演员，更不该用过去的标签定义一个人未来的全部。如果你愿意放下偏见，用心去看，也许会发现，那些被你轻易否定的人，正一步步走在通往伟大的路上。王一博不是完美的，但他正在用行动证明，他配得上更大的银幕，更长远的未来，也配得上我们的耐心与尊重。